首先，我想说一下哈，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共的一个中国政策从来不是同一个，各有不同解读的，也是一册两读。所以，美国早就有多少年来就有一套说法，就是关于这个两岸关系，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指的是什么含义？这个我想我不需要在这里再重新再说明了。因为台湾应该有媒体早就多少年来都一直报道过的。那么当然对现在来讲，这个台湾角度来看的话，最关心的就是拜登对台湾的这个战略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看起来拜登好像是继续在保持过去几十年的那个所谓战略模糊。那美国对两岸关系这种战略模糊啊，让台湾是不容易获得一种非常明确的安全感，这是事实。但是呢，从策略上讲的话，美国的战略模糊也会给中共造成难题，那就是如果中共公然用擦刀磨枪这个攻击台湾的姿态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模糊，那就等于是逼着美国用战略清晰来反制中共的对台战争威胁。那么这样反而会让中共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那么当然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主动美国把这个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呢，又会给中共制造出加强军事威胁的进一步借口，使得台湾海峡的现状更加危险。那么其实在台湾拜登在这次通话的当中呢，暗含的主要意图其实就是和台湾有关的。只是现在很多媒体分析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时候，只是注意到所谓一个中国政策这句话，而没有注意到这个拜登这次向习近平表示有一句话叫希望中美不起冲突，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他通话的主要目的。那么如果今后中美发生武装冲突，最可能发生在哪里？那很明显的是台湾地区，因为中共明确表明了他已经要把台湾纳入囊中那种战略意图和时间表。虽然讲南海也可能有摩擦，但不是中美大规模武装冲突最可能的场地，因为中共在南海所谋甚远，它的核潜艇南海发射阵地的建设还只完成一半还不到，所以它不会在最近几年呢主动在南海挑起对美战争。那么这样的话，现在台湾、美国、日本都希望台海和平，只有中共在威胁说他要打仗。那么拜登这次通话的主要目的呢，是防范美中之间不陷入意外冲突，也就是说，希望和习近平达成某种默契，不要因为中共的侵台意图而诱发美中军事冲突。如果拜登，我们想一下哈，如果拜登确定中共公台说美军不要介入，那么实际上就不存在美中之间因此陷入意外冲突的可能性了，那他也就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当作处理美中关系的主要议题了。换句话讲，就是拜登的希望中美不起冲突，虽然是泛泛而讲，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其实暗含的意思很清楚的，那就是希望中美不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那这次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以后，中共的外宣官媒是承认，中美通话这个领袖通话不会不谈台湾问题，具体谈了些什么，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至于官方发出的声明和通稿，不过都是各取所需。但是呢，我们从白宫和美国媒体获取的消息来看的话，拜登这次通话并没有得到中方任何实质性的避免中美冲突的承诺。否则的话，如果拜登获得了这样的承诺，他应该会公开宣布，因为这能够构成一种在国家诚信层面上对中共的约束。那么为什么拜登非常关心怎么样防范美军和共军的意外冲突？这就需要了解美军最近几年一直在试图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危机一旦发生的时候，美军能够随时和共军通过沟通来防止冲突，而中共的反应呢，却是让美军越来越担心中共在故意的回避沟通，使得美军没有机会沟通。那么这方面呢，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随着美中的紧张关系持续下去，再加上中共在南海、东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军方一直在寻求和中共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能够缓解潜在的冲突或者任何事故的处理。但北京却给美中的这个军事沟通渠道设置了不少障碍，这就很容易导致呢军事冲突的发生。
拜登上任是8个月了，这当中啊8个月里头，美中两国军方只有一次比较层级低的对话，是8月27号有五角大楼的中国事务助理副部长这个 Michael Chase 和中国解放军的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学平少将。这两个中层官员通过美中之间的国防电话线路进行一次视频会谈，讨论内容还是管理危机和风险。那么这种会谈呢，因为双方都是参与会谈人都远离决策层，它只能起到传话的作用，达不到具有决策权的高阶军方官员之间的直接沟通。那么中共呢，始终拒绝在高层级上展开和美国军方的直接接触。那么《金融时报》呢，今年5月份报道过，就是中共曾经3次拒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共政治局委员这个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对话这么一个要求。那么中共的借口是说，奥斯汀只能和中共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对话，奥斯汀没有资格和许其亮对话。那么这方面我介绍一下这个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就是 US Naval War College 有一个中国海事研究所，这个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他有一位助理教授叫做 Isaac Cordon， 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孔世海。他认为说，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实际上是处于我们指挥系统的顶峰，他比任何军方官员的级别都高。在解放军中，事实上魏凤和只是个相当低级别的官员，在任何形式的军事决策中都有10几个人在他之上，我不认为他在指挥和控制方面有任何作用。那么这个空洞这位助理教授他讲的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中共是在故意逃避军方决策人物和美方决策人物的对话，用这种方式避免与美国军方就任何问题达成实质性的谅解。刚才讲的这位伊萨康东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助理教授。那么我要稍微解释一下的是，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和位于美国这个马里兰州的那个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不同。海军学院呢，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培养基层军官的本科学校，而海军的战争学院训练的是未来的海军各级将领。他讲授的呢，不是海军的相关的基础课程，而是关于一些高级课程，比方讲战争学。战争学的核心是如何避免战争，以及如何控制战争的进程，还有关于这个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的课程，海军的多军种指挥课，以及海军的国际任务执行这些方面的课程。所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员，他的认识水准是比较高的，有一些全球眼光。刚才提到这位空洞教授，他就了解美中军方热线的运作情况。他说呢，美中军方现在很难沟通，这种情况有来已久了。他说，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29年代末开始，我们就与中国建立了某种类型的军方对军方的热线。从历史上看，这并不是个非常成功的沟通机制。一个显著的案例就是2001年4月在海南岛发生的中美撞击事件。当时美中军事热线业已建立，但该机制并没发挥化解危机的作用。他说，美方的看法是，不管是谁在热线中国的那一侧，他们不愿意拿起电话，基本上从此以后就都是这个样子。就说有热线，中方不接电话，那等于就还是没有热线。所以美国有一个这个新闻网站叫政客，就是 Political， 他在今年9月1号一篇报道当中讲，美中之间的军事热线已经 dangerously broken， 危险的中断。那么这篇报道引述美国前军方的高级官员的话讲，说美中军事危机沟通系统仍然非常不可靠，该机制的不足为潜在的误传构成了明显和现实的风险。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双边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它可能会助长危险的美中军事对抗。那华盛顿有一个智库叫 Hudson Institute， 它有一位高级研究员，是这个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叫做 Richard Weitz。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呢，说北京方面是通过军事沟通领域的不合作来表达对拜登政府的不满。
那刚才讲的那个孔世海认为呢，就是空洞那位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认为呢，当中方提到危机管控的时候，他们不是真想解决擦枪走火的问题，而是向美方表示一种态度。这个孔世海说呢，当中国解放军和中国国防部试图谈论双边军事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任何有意义的意图来建立真正的沟通渠道。他更多的是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风险很高，解放军关注这个风险。那么汉森研究所的 White 也认为，美中冲突一旦发生，那很可能就是北京的战略选择。他的看法是说，我不认为，比方说台海的冲突可能来自于意外，它更可能来自北京的战略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认为他们会在军事热线上和我们交谈。所以这次拜登亲自通话，我们看到他仍然没办法得到习近平关于避免中美军事冲突的承诺，因为习近平根本不想做任何冲突，做任何承诺。也就是说，中共是铁了心的不让美国安心。那美国今后就很难获得像美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防范冲突的合作和互信。那么中共的这种姿态对美国的对中共战略无疑会产生一系列对中共不利的影响，因为美国不得不面对中共的这个强烈的敌意和对抗企图，所以必须有所准备。